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毕业典礼上，他含泪说要去国外深造，我跪地求婚，被他拒绝。5年后，她带着外国老公回来炫耀，我抱着双胞胎女儿，笑着祝福。1周后，她跪在我家门口求复合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林总，这边。助理小张朝我挥手，示意找到了预定的位置。这是今年最重要的一场商业酒会，整个金融圈的重要人物都会出席。我端着香槟，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会场，豪华的水晶吊灯把整个大厅映照得熠熠生辉，觥筹交错间都是各家企业的掌舵人。咦，那不是苏小姐吗？小张突然压低声音说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香槟差点洒了出来。站在不远处的确实是苏婉，她挽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男人，正在和几个人谈笑。5年过去，她越发漂亮了，一身香奈儿套装，优雅又不失大气。我收回目光，轻轻晃了晃酒杯，往事如潮水般涌来。那是大2的秋天，我第一次见到苏婉。她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，阳光洒在她的侧脸上，让整个画面看起来像是一幅油画。那天我鬼使神差地坐到了她对面，假装看书，实际上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她。你是计算机系的林玉吧？她突然开口。我看过你的演讲，关于互联网创业的那个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会认识我。对，我就是那个想要改变世界的愣头青。我笑着回答，我觉得挺好的啊，至少敢想敢做。他合上书本。我是经济系的苏婉，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，简单却让我记了很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校园论坛的版主，经常会关注各种创业讲座。慢慢的，我们的交集越来越多，自习、吃饭、看电影，最后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。他性格要强，做事完美主义，但在我面前会露出小女孩的一面。我喜欢看他皱着眉头研究题目的样子，也喜欢他撒娇求我帮忙的模样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骨子里的不安分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隔阂。大3那年，他开始沉迷国外的留学视频。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兴趣，直到他开始报名雅思培训，我才意识到他是认真的。婉婉，国内的发展机会其实很多。我试图和他讨论，可是国外的平台更大啊。他反驳我，我想要见识更广阔的世界。那时的我还是太年轻，我以为用心爱一个人就能留住他。我开始更加努力，课余时间到处找实习，希望能尽快站稳脚跟。我想证明给他看，在国内也能有很好的发展。林总，林总，小张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原来是几个老客户来打招呼，我连忙起身寒暄。商场如战场，不能有丝毫分心。可是余光里，我还是注意到苏婉往这边看了好几眼。这位是我丈夫詹姆斯。他优雅地走过来，主动介绍道。我礼貌地和詹姆斯握手。他看起来40岁左右，穿着定制西装，手上戴着百达翡丽，一看就是金融圈的人，久仰大名。林总，詹姆斯用流利的中文说道，听说你的科技公司最近要在美股上市。我点点头，还在准备阶段，改天有空一起吃个饭。苏婉突然说，我们刚从英国回来不久，还不太熟悉国内的圈子。我看着他略带炫耀的眼神，忍不住想笑。当年那个为了出国拒绝我求婚的女孩，现在倒是主动示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最近太忙了，我婉拒道。
而且家里还有2个女儿要照顾。女儿？苏婉明显愣了一下。我掏出手机，翻出前2天全家去游乐园的照片。照片里，江月抱着大女儿，我抱着小女儿，4个人的笑容灿烂纯粹，真是可爱的孩子。苏婉的语气有些不自然。是啊，都快3岁了。我收起手机，时间过得真快。转身离开时，我听到詹姆斯问他：“他是你大学同学？”一个普通同学而已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说服自己。走到露台上，我松了松领带，夜风微凉，让我清醒了不少。小张递过来一杯温水：“林总，王氏集团的人到了，要现在谈吗？”我看了眼手表，距离正式签约还有1个小时。这次的合作关系到公司上市前的最后一轮融资，容不得半点闪失，让他们先等等。我靠在栏杆上，看着远处的霓虹。王氏是老牌企业，在业内根基很深。5年前，我第一次找他们谈合作，连门都没进去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笑了。那时候的我，除了满腔热血，什么都没有。毕业后，我租了个10几平米的小办公室，招了几个同学，开始做网络安全软件。每天工作16个小时都是常态，所有人挤在小屋里写代码、找客户、做方案，经常是刚拿到一笔小项目的钱，转手就要还掉上个月的房租。创业初期，我们接什么活做什么活，有时连个人网站都要接。转机出现在第2年，我们开发的一款防火墙系统得到了一个中型企业的认可，这让公司总算有了喘息的机会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就在我们准备扩大规模的时候，几个核心技术人员突然集体跳槽到了竞争对手那里。更要命的是，我们还收到了专利侵权的律师函。林总那边联系说王总已经到了。小张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点点头，整理了一下西装，刚要走，突然听到露台的另一边传来压抑的哭声。借着月光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蜷缩在角落，是苏婉。她的肩膀在微微发抖，手里握着手机，隐约能听到她在小声啜泣：“不要，我不要回去，在这里啊！”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。詹姆斯大步走来，一把抓住苏婉的手腕：“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”苏婉慌忙擦干眼泪：“我马上就来。”他们没发现我的存在，很快就离开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皱起眉头，这和他们在会场上光鲜亮丽的样子判若两人。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大步走向会场中央。今晚的合同关系到几百号员工的饭碗。在路过吧台时，我瞥见詹姆斯正在和几个外国商人谈笑，而苏婉站在他身边，脸上重新挂上了得体的微笑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。王氏的人已经在贵宾区等着了。我收敛心神，露出职业性的笑容：“王总，好久不见。”谈判桌上，我们你来我往。这次的合作条款很复杂，涉及股权、技术、市场等多个层面，但比起当年那场专利诉讼，这已经算不了什么了。那时候，公司账上只剩下不到10万块，连请好律师的钱都拿不出来。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生怕一觉醒来，所有的心血都化为泡影。林总真是年少有为啊！王总突然感叹：“5年前第一次见你时，还是个毛头小子，现在都要准备上市了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托您的福。”哎，这话就见外了。他压低声音说：“真的，你是怎么度过那次专利危机的？”
我记得那时候，整个业内都觉得你要完了。我端起酒杯，目光不经意间扫过不远处的苏婉。那场危机确实差点把我打垮。如果不是遇到江月，那是我最绝望的时候。公司账上的钱连律师费都付不起，几个核心员工集体跳槽，客户也开始动摇。每天打开邮箱都是催债和律师函。就在这时，江月出现了。那天下着大雨，我正在办公室里发愁，前台小姑娘慌慌张张跑进来：“林总，有个律师说要见你。”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又来了。这个月已经是第3个上门的律师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推门进来的是个穿着米色风衣的女人，妆容淡雅，举止从容。她自我介绍叫江月，是一家律所的合伙人。林总，我看过你们的案子。她开门见山，对方故意设套，就等着你们往里跳。我苦笑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她摇摇头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文件，你看看这个，那是一份详细的诉讼方案，从技术论证到法律依据，再到舆论应对，每一步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最让我吃惊的是，他找到了对方那几个核心技术人员之前的工作记录，证明他们早就和竞争对手有联系。这份方案送给你。他站起来准备离开。等等，我叫住他，为什么要帮我？他转过身，笑容温婉，因为我相信你是个值得帮助的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江月一直在默默关注我们公司。他说我们的技术是真材实料，不该被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打垮。有了他的帮助，局面开始好转。我们不仅打赢了官司，还反诉获得了巨额赔偿。那些跳槽的员工也因为违反竞业协议赔了不少钱。原来如此，王总感叹。我说你怎么能转危为安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家那位真是为奇女子啊。我点点头，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会场入口。江月今天有个重要案子，说晚点过来。这时一阵骚动传来，我看到苏婉匆匆跑向洗手间，詹姆斯则黑着脸跟在后面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突然想起了毕业那年，阳光明媚的毕业典礼上，我单膝跪地，将求婚戒指递到苏婉面前：“嫁给我好吗？”周围响起一片惊呼。我看到苏婉的眼里噙着泪水。对不起，我拿到了剑桥的 offer， 我不能耽误你。我可以等你啊。我强忍着心痛。不，你值得更好的。他转身跑开，留下我一个人跪在原地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后来我把自己埋进工作里，以为这样就能忘记他。直到遇见江月，我才明白，有些人离开是为了给更好的相遇让路。突然，手机震动起来，是江月发来的消息：案子结束了，马上到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他的笑脸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和江月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让我感到踏实。他不是那种张扬的性格，但总是默默地给我力量。当年专利危机，他不仅帮我打赢了官司，还陪我一起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为了赶方案，在办公室熬了通宵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醒来时发现他给我盖了毯子，自己却趴在桌上睡着了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爱情。林总，王总，合同已经准备好了。小张走过来提醒我，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西装。签约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是公司上市前的关键一步。走向签约台的路上，我看到江月正好从会场入口走进来。她今天穿着藏蓝色的晚礼服，端庄优雅。抱歉，来晚了，她歉意地说。
我握住他的手，来得正好，见证我们的又一个里程碑。他温柔地笑了。我一直都在，简单的4个字，却让我无比安心。签约仪式结束后，江月挽着我的手走向露台。怎么不去跟合作伙伴们喝酒？他问。我笑了笑，陪你待会儿。自从有了双胞胎后，我们很少有2个人独处的时间。夜风吹起他的长发，我伸手轻轻别到他耳后。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第一次约会，那是打赢官司后的一个周末，我请他吃饭，算是感谢。选了一家不起眼的川菜馆，却没想到他会点了一桌最辣的菜。你能吃辣？我有些惊讶。他夹了1筷子水煮鱼，笑得狡黠。你猜？结果他被辣得直冒汗，眼泪都要出来了，还嘴硬说不辣。我连忙给他倒水，他却认真地说，但是很好吃，我喜欢。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，让我心动了。和苏婉在一起时，他总是很在意吃饭的地方够不够格调，菜品够不够精致，而江月却能为一顿普通的川菜开心半天。在想什么？江月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在想你第一次吃水煮鱼的样子。他轻轻打了我一下。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还记得？因为那时候发现，原来你也有不完美的一面。他挑眉。所以你就放心追我了。我点点头。遇见你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合适的人。的确，和江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让我感到舒服。他会认真听我讲公司的事，给我提建议，也会在我加班时默默带来宵夜，然后安静地陪着我工作。但他从不会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而委屈自己。记得有一次我因为项目失败，情绪很差，语气也不太好。他直接指出我的问题。你是在责怪团队，还是在否定自己？这种不温不火的态度反而让我快速冷静下来。求婚那天，我没有准备什么浪漫的场景，只是在公司楼下的小花园里，趁他埋头看文件的时候，把戒指放在了他面前。江月，余生请多指教。他愣了几秒，然后笑着说，好啊，不过我要先声明，我这人脾气不太好，我知道工作起来经常忘记时间，我知道有时候会凶你，都知道，我都认了。他红着脸说，那你还要娶我吗？要。我给他戴上戒指，因为这些都是你。会场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们转身看去，发现是詹姆斯失态了，他正对着服务生大发雷霆。苏婉站在一旁，试图劝阻，却被他狠狠推开。要去帮忙吗？江月担心地问。我摇摇头，等等看。这时王总和几个老总走了过去，很快就把事情平息下来。詹姆斯看起来喝得不少，走路都有些不稳。那个就是你大学时的。江月欲言又止。我轻声说，以前总觉得是他抛弃了我，现在才明白那是我的幸运。江月靠在我肩上，你也是我的幸运。我搂住他的肩，想起了婚礼那天，他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眼里泪光闪闪。遇见你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，他在誓词里这么说。而现在每次看到他和双胞胎在一起的画面，我都会觉得无比庆幸。他是那么耐心地教2个小家伙说话、走路，就算再忙，也会抽时间陪他们。对了，江月突然说，刚才看到苏婉好像往洗手间那边去了，看起来不太好。我沉默了一下。你的意思是，虽然他曾经伤害过你，但现在看起来他才是需要帮助的人。江月轻声说。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明白他说的对。江月就是这样，永远把事情往正面想，也愿意给别人机会。好吧，我叹了口气，
我去看看。江月笑着点点头，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走向洗手间的路上，我在想，如果没有江月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学会原谅和释怀。洗手间的门虚掩着，隐约传出压抑的啜泣声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正要敲门，突然听到里面传来英文对话，是詹姆斯的声音，听起来还在气头上。给我闭嘴！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让我很没面子？对不起，我只是觉得你喝得太多了。苏婉的声音很小，带着哭腔。闭嘴！要不是看在你家那点资源的份上，我早就……话音未落，一声清脆的巴掌声传来，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。这时手机震动起来，是江月发来的信息，双胞胎打视频电话来了，要不要接？看到这条信息，我紧绷的神经突然放松下来，回复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转身的瞬间，我听到洗手间里传来东西摔碎的声音，但我没有停下脚步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就像当年的我选择放手，现在的苏婉也必须学会面对。回到露台，江月已经接通了视频，屏幕里两个小家伙穿着一模一样的粉色睡衣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大女儿圆圆的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想吃草莓蛋糕。小女儿嘟着嘴巴撒娇。江月笑着说，乖，等爸爸妈妈回去给你们买。好。两个小家伙异口同声，把我们逗笑了。看着视频里温馨的画面，我想起了他们刚出生时的场景。那天我在手术室外急得团团转，直到听见2声啼哭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护士抱出2个小小的襁褓，我手足无措地接过来，生怕弄疼了他们。你看，他们的眼睛像你。虽然累得脸色苍白，江月还是笑着说，鼻子像你。我说着，眼眶有些发热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完整的幸福。视频挂断后，江月若有所思，刚才苏婉还好吗？我摇摇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他看着我，你变了，变得更理智了，变得更成熟了。他说，以前的你可能会冲动地去干预。我笑了，这不是被你调教的好吗？他白了我一眼，少贫嘴，顿了顿又说，不过我觉得，如果他真的需要帮助，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。我叹了口气，我知道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这时，会场里响起了舒缓的音乐，我向江月伸出手，跳支舞。好啊。他把手搭在我手心，随着音乐摇晃时，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回了我们的婚礼。那天他也是这样，把手交给我，带着全然的信任。婚后的生活很平淡，但每一天都让人觉得温暖。江月依然忙着他的案子，我专注于公司的发展，但我们都会把重要的时刻留给家人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会下厨，江月则负责给双胞胎梳头发。2个小家伙总是吵着要扎不一样的发型，江月就耐心的一个编麻花辫，一个扎丸子头。有时候会吵架，但从来不会超过1天。江月生气的时候会把自己关在书房，我就在门口哄她，老婆，我错了，你让我进去好不好？不好。她会故意拉长声音说，然后没过多久，又会偷偷把门打开一条缝。正想着，突然听到会场那边传来一阵骚动。天哪，你看到了吗？詹姆斯和那个网红完全不避讳，苏婉多没面子。我下意识地回头，看到詹姆斯正搂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在舞池中央跳舞，而苏婉站在角落，脸色惨白。我们过去看看吧，江月轻声说。还没等我们走近，
詹姆斯已经注意到了我们，他松开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摇摇晃晃地走过来。林总，他举起酒杯，来都来了，何不一起玩玩？我看了眼他身后的网红女郎，又看了看角落里的苏婉，沉声道：詹姆斯先生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他冷笑，在英国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开放、自由。说着，他转向苏婉，对吧，亲爱的？苏婉僵在原地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算了吧，詹姆斯，我说，你喝多了。他突然暴躁起来，这么虚伪吗？装什么正人君子？江月拉了拉我的衣袖，别理他，我们先送苏婉回去。我点点头，转身去扶苏婉，詹姆斯却一把推开我，这是我的女人，轮不到你管。他的力道很大，我往后踉跄了一步。会场里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在看着这边。詹姆斯，苏婉终于忍不住喊道：你喝醉了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去。他狞笑着抓住苏婉的手腕，你以为你还有脸回何家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皱眉。詹姆斯得意地晃了晃手机，你那点破事都在这里，偷偷给家里转钱，把何氏的机密文件发给我。苏婉脸色瞬间惨白，原来如此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何氏最近几个项目都在国外遇阻，背后竟是詹姆斯在搞鬼。你这样做不怕何家追究吗？我冷声问。追究？他大笑，你以为我娶她是为什么？我早就拿到了足够的好处，现在她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。苏婉腿一软，差点跌倒，江月连忙扶住他。你这个混蛋！苏婉哭喊着要扑向詹姆斯，被江月死死拽住。詹姆斯却不以为然。你现在知道心疼了，当初把家里的资料给我时，怎么没想过后果？我只是想帮你。苏婉抽泣着说。帮我？他嗤笑。你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价值罢了。一个被前任抛弃的可怜虫，生怕我也会抛弃你。这句话像刀一样戳进苏婉心里，我看到她浑身发抖，眼神逐渐变得绝望。够了，我喝止道。詹姆斯转向我，怎么，心疼了？要不要把他接回去？反正你现在也很成功。话音未落，啪的一声，江月一个耳光扇在他脸上。闭嘴！他的声音冰冷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这场丑剧的见证。你觉得何家会放过你吗？住口！我挡在江月前面。保安，把这个醉鬼带出去。几个保安立刻上前，压着不断挣扎的詹姆斯离开。临走前，他还不忘威胁：走着瞧。等他一走，苏婉再也撑不住，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。先带他去休息室，江月说。我点点头，却发现苏婉死死抓着江月的手不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不停地道歉。我拿出电话，拨通了何家老爷子的号码。事情已经发生，与其让何家从别人口中知道，不如我来说。够了！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。何老爷子拄着拐杖走进来，身后跟着2名警察。詹姆斯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不可能！詹姆斯后退着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何老爷子冷冷地说：带走。就在警察上前的一刹那，詹姆斯突然甩开保安的钳制，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 U 盘。你们要是敢动我，我就把这里面的资料全部公开。苏婉，你告诉他们这里面都是什么？苏婉浑身一颤，瘫软在地上。不要！她喃喃自语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这一刻，她终于看清了自己，那个曾经趾高气昂的苏婉，那个看不起国内发展的苏婉，那个为了所谓的更好生活背叛所有人的苏婉。
如今就像个笑话。何老爷子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刺痛他的心。这个从小把他当亲孙女疼爱的老人，含辛茹苦把他抚养长大，可他呢？他用了什么来回报？爷爷，对不起。他跪在地上，声音哽咽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以前太骄傲，太自以为是。何老爷子看都没看他一眼。警察同志，这个 U 盘里的内容我们早有准备，该办的手续都办齐了。这位先生涉嫌商业间谍，请你们依法处理。詹姆斯被带走时还在叫嚣：苏婉，你这个蠢女人，要不是你这么容易被骗，我怎么可能……话没说完，警察就把他带出了大厅。整个会场鸦雀无声。苏婉跪在地上，像断了线的木偶，她的脑海中不断闪现过往的画面。毕业典礼上，她是多么高傲地拒绝了林玉的求婚；出国后，她是多么得意地炫耀自己的成功；嫁给詹姆斯时，她是多么骄傲地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可现在呢？婉婉，江月轻声说：“先起来吧。”不。苏婉摇头，泪水模糊了妆容。让我跪着，我活该。她看向林玉，声音哽咽：当初，如果我不那么自大，如果我能早点看清自己。林玉叹了口气，转身要走。等等！苏婉突然喊道：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林玉停下脚步。如果当初我不是那么骄傲，不是那么看不起你的创业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？有些事，林玉打断他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这句话像重锤一样砸在苏婉心上。是啊，他的骄傲毁了一切，毁了爷爷对他的期望，毁了林玉对他的真心，也毁了他自己的人生。走吧。何老爷子终于开口，声音里满是疲惫。回家。爷爷，别叫我爷爷。何老爷子的声音冰冷，你没有这个资格。这句话彻底击垮了苏婉，她蜷缩在地上，像个被大雨打残的花朵，不停地重复着：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江月看不下去，想去扶他，随他去吧。何老爷子说，让他好好想想，这些年他都做了些什么。人群渐渐散去，偌大的会场只剩下苏婉一个人。他望着地上自己的倒影，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有多么可笑。那些年轻时的骄傲，那些自以为是的决定，那些看不起别人的傲慢，如今都变成了最大的嘲讽。他终于明白自己输得有多彻底。1周后，苏婉站在自己的豪宅门口，看着搬家工人把最后一件行李搬上货车。这座他曾经引以为傲的房子，如今只让他觉得讽刺。他选择搬到了城郊一个老旧的小区，租了一间不到50平米的单身公寓。从前他最看不上这种地方，觉得和自己的身份不配。可现在他终于明白，那些都是可笑的虚荣。公司里，何氏集团的总裁办公室已经清空。苏婉主动申请去了最基层的客服部门，每天接听投诉电话，面对客户的谩骂。从前的他一定会觉得这是种侮辱，但现在他觉得自己活该。苏小姐，你看这些文件。客服部的小张战战兢兢地递来一沓资料，叫我苏婉就好。他接过文件，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，或者叫我第38号客服也行。茶水间里，他经常能听到同事的窃窃私语。听说他以前可是总裁办的大小姐，可不是，现在落魄成这样，活该。谁让他以前那么嚣张？每当这时，苏婉都会用力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来。她知道自己以前有多傲慢，现在的一切都是报应。下班后，她常常独自在公司楼下的小公园里坐到很晚，
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看着幸福的家庭，他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。有一次，他远远地看到林玉一家人，江月推着婴儿车，林玉抱着另一个女儿，他们说说笑笑，是那么温馨。苏婉躲在树后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那本该是他的幸福，如果当初不是他太骄傲，如果他能看清林玉的真心。回到租屋，他打开电脑，看到何氏集团的股价又创新高，这是林玉和何氏合作的成果，而他却早已失去了参与的资格。夜深人静时，他偷偷打开社交软件，翻看那些年轻时的照片，奢侈品、名车、豪宅，他曾经炫耀的一切，如今看来是多么空虚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是何老爷子的私人医生发来的消息。老爷子最近胃口不太好，总是睡不安稳。苏婉的手颤抖得几乎拿不住手机，她多想冲到爷爷身边，像小时候那样撒娇，告诉他自己知道错了。可是他没有资格，他永远失去了这个资格。叮的一声，又是一条消息，是江月发来的。如果你想回来上班，我可以和爷爷说说。苏婉看着这条消息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她多想回去，回到那个熟悉的环境，但是不行，她不配。她颤抖着打出回复：谢谢，但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，这是我应得的。删掉这条还未发出的消息，她关掉了手机，走到窗前。外面下起了雨，雨水打在玻璃上，就像他永远流不完的懊悔的泪。床头柜上摆着一张他和何老爷子的合影，那是他大学毕业那天，爷爷满脸骄傲地站在他身边。对不起，爷爷。他摸着照片，喃喃自语：您的骄傲被我的骄傲毁了。这一夜，他又失眠了。从那件事后，他就再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每当闭上眼，都会想起自己曾经有多傲慢，想起自己伤害过多少真心对他好的人。清晨，他照例很早就到公司，路过总裁办公室时，看到打扫卫生的阿姨正在擦拭那扇曾经属于她的大门。要进去看看吗？阿姨和蔼地问。苏婉摇摇头，快步走开。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坐在那个位置上了，也许这辈子他都要在最基层赎罪，但这样也好，至少能让他永远记住骄傲的代价有多痛。1年后，何氏集团年度董事会，苏婉站在会议室的角落里，低着头记录会议内容。现在的他是董事会的普通记录员，这是他唯一能为何氏做的事。今年我们与林氏科技的合作非常成功，台上的发言人正在做总结，这要特别感谢林总的鼎力支持。掌声响起，苏婉的笔尖微微发抖。1年前，他还坐在主席台上，趾高气昂地谈论国际市场，而现在，他连抬头看一眼林玉的勇气都没有。各部门的报告都念完了。何老爷子清了清嗓子，现在请记录员宣读会议纪要。苏婉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站直身体。他知道这是爷爷在给他机会，让他至少能以这种方式参与公司运营。尊敬的各位董事，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突然，一个年轻的女董事打断他：不好意思，能不能说大声点？我听不清。会议室里发出几声窃笑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，都记得他曾经多么傲慢。记录员何老爷子开口，声音依然不带感情：请继续。苏婉咬紧嘴唇，他知道爷爷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提起，这比任何惩罚都让他痛苦。宣读完纪要，他立刻退到角落。这时林玉走上台，开始介绍新的合作项目。他西装笔挺，
言语犀利，展现出强大的商业头脑。这让苏婉想起大学时他第一次做创业演讲的样子，那时的他是多么轻蔑的觉得他格局太小。如果那时的他不是那么自大，现在站在台上的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人？肖总，这边请。江月优雅地带领着客户走过苏婉身边时，目光里带着一丝怜悯。苏婉低下头，假装在整理文件。他知道江月的善良，但他不需要同情，他活该承受这一切。会议结束后，他收拾好文件，想要悄悄离开。等一下，何老爷子叫住他，今天的记录整理好，直接送到我办公室。是，他轻声应道。走到门口，他听到身后有人在说，这就是前总裁办主任，听说当初可嚣张了，嫌弃国内发展太慢，非要嫁给外国人。可不是，听说他把公司机密都给了那个外国人，活该现在这样。苏婉的手紧紧攥着文件，指节发白。他多想大声告诉他们，是的，我就是那个傲慢的苏婉，我活该。但他不能，他连为自己辩解的资格都没有。回到自己的小隔间，他开始誊写会议记录。突然，显示屏上反射出一个人影，要不要一起吃个午饭？是江月。苏婉的手顿了一下，不了，我还有工作，都1年了。江月叹了口气，你不能一直这样惩罚自己。苏婉抬起头，勉强笑了笑，我没有惩罚自己，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。那双胞胎呢？他们总问，为什么苏毅不来看他们了？对不起，苏婉的声音哽咽，我不配。江月还想说什么，却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。不好了！小张跑进来，何董事长晕倒了。苏婉疼得站起来，文件散落一地。他想冲出去，但走到门口又停住了。他记得何老爷子的话，你没资格叫我爷爷。是啊，他连关心他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你真的一点都没变。江月失望地说，还是这么固执。说完转身离开。苏婉跌坐在椅子上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不，她错了，她已经变了，从一个骄傲的大小姐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罪人。窗外的阳光依然明媚，却再也照不进她灰暗的心里。医院走廊，消毒水的气味刺鼻。苏婉躲在拐角处，看着病房里忙碌的人影。何老爷子已经住院3天了，但他始终不敢靠近，血压还是不太稳定。主治医生的声音从病房传出，最近这段时间，老爷子的情绪波动很大。苏婉的心揪了起来，他知道这都是他的错，如果不是他，爷爷也不会需要找个人照顾老爷子。护士说，家属轮流值班也太累了，我来吧。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，是江月。苏婉往后缩了缩身子，看着江月和护士交谈。曾几何时，照顾爷爷是他的责任，可现在他连踏进病房的勇气都没有。深夜，医院安静下来。苏婉悄悄溜进病房，远远地看着何老爷子。他睡得并不安稳，眉头紧锁，像是在做噩梦。对不起，他轻声说，泪水滑落，都是我的错。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靠近点？何老爷子突然开口，把苏婉吓了一跳。何董事长。他慌乱地擦掉眼泪，我这就走。为什么要走？何老爷子的声音很疲惫，难道连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吗？苏婉站在原地，泪如雨下。我不配再靠近您。你啊！何老爷子叹了口气，以前太骄傲，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。那天在董事会，何老爷子说，你为什么不来看我？苏婉咬着嘴唇，因为您说过我没资格。
所以你宁愿看着我晕倒也不敢过来。不是的。苏婉冲到床前跪下，我好想冲过来，可是我对不起您，我辜负了您的期望。话没说完，病房的门被推开，林玉和江月带着双胞胎走了进来。爷爷，两个小家伙欢快地喊着，但看到苏婉时愣住了。苏姨，大女儿怯生生地说。苏婉慌忙起身要走，却被何老爷子叫住。站住，让我走吧。他哽咽着说，我不该来的。为什么不该来？何老爷子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。因为你觉得自己犯了错，所以就要永远惩罚自己，就要连关心我生病的权利都没有。我知道你每天晚上都会来。何老爷子说，护士都告诉我了，你就躲在门口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苏婉再也控制不住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道歉的不是因为当初的错误，何老爷子叹息，而是因为你放不下自己的骄傲。什么？是啊，何老爷子说，你现在这样自我惩罚，不也是一种骄傲吗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，就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悔过。这句话像闪电一样击中了苏婉。是啊，她一直以为自己在忏悔，其实却是另一种形式的执念。苏姨，小女儿突然跑过来拉她的手，我们想你了。苏婉看着天真的小脸，心如刀绞。这本该是她的孩子，如果当初她不是那么骄傲。婉婉，江月轻声说，别总是活在过去了。可是我配吗？苏婉看着林玉，又看看江月，在我那么伤害你们之后，你的骄傲伤害的不是我们。林玉终于开口，而是你自己。苏婉怔住了，泪水不停地流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病房里陷入沉默，只有呼吸机发出规律的声响。良久，何老爷子说，去给我倒杯水吧。苏婉擦干眼泪，轻轻点头。他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，而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但他做得到吗？他真的能放下那些骄傲带来的伤痛吗？他不知道。此刻他只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原谅当初那个骄傲的自己。5年后，硅谷，苏婉坐在咖啡馆里，面前的咖啡已经凉了。这是他第3次来硅谷，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合适的海外项目。看看这是谁？一个充满嘲讽的声音传来。了不起的苏大小姐。苏婉抬起头，看到一个衣着邋遢的中年男人站在面前，手里还端着杯廉价啤酒。如果不是那双依然充满傲慢的蓝眼睛，他几乎认不出这就是詹姆斯。滚开！他冷冷地说。詹姆斯却自顾自地在他对面坐下，一股酒气扑面而来。怎么，现在翅膀硬了，连前夫都不认了？苏婉正要起身离开，詹姆斯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你以为你现在很了不起，不就是靠何家的施舍？放开！苏婉甩开他的手。你也好意思说我？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简直像条丧家之犬！贱人！詹姆斯突然暴怒。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。要不是我。苏婉冷笑。是啊，要不是我当初瞎了眼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种人渣。你……詹姆斯站起来想动手。怎么，还想打我？苏婉毫不退缩，像当初那样。来啊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的真面目。咖啡厅里的顾客都望了过来。詹姆斯脸色铁青。你别得意，你也好不到哪去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每天怎么活着？像条狗一样讨好何家，连看林玉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闭嘴！苏婉拿起咖啡泼在他脸上。你没资格提他们！哈哈哈！詹姆斯抹了把脸，狰狞地笑着。我说的对吧？你现在过得比我还痛苦，
至少我只是破产了，而你永远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，那又如何？苏婉死死盯着他，至少我知道错了，而你就只配在这里当个小销售，像条虫子一样活着。你，詹姆斯想扑上来，被咖啡厅的保安拦住。滚吧！苏婉拿起包准备离开。你这种人永远都不会明白什么叫后悔。你也一样。詹姆斯在他背后嘶吼。你以为你现在装什么圣人？还不是那个骄傲自大的苏婉，你永远都改不了。走出咖啡馆，阳光有些刺眼。苏婉掏出手机，何老爷子发来的消息还没回。下周是双胞胎的钢琴演奏会，你回来吗？他的手指悬在屏幕上，迟迟打不出回复。5年来，他努力工作，把合适的海外业务做得风生水起，但每次取得成功，他都会想起那个骄傲的自己，想起那些错过的幸福。回到酒店，打开电脑，准备处理邮件。屏幕上跳出一条新闻：林氏科技市值突破1000亿，董事长林玉被评为年度经济人物。照片上，林玉西装笔挺，江月挽着他的手，2个女儿漂亮得像天使。那是一幅完美的全家福，唯独少了他的位置。苏婉关掉网页，打开工作文件。这些年，他一直独身。不是因为放不下林玉，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早已失去了被爱的资格。叮的一声，视频电话接进来，是何老爷子。你看起来很累。老爷子说，要不要休息一阵子？不用，他勉强笑笑。这个项目很重要，你已经很好了。何老爷子叹气，别太勉强自己。爷爷，他鼻子一酸，我没有勉强。我只是还在惩罚自己。何老爷子说，都5年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原谅自己？苏婉沉默了。是啊，都5年了。他表面上早已重新站起来，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。那个曾经趾高气扬的苏婉，那个看不起林玉创业的苏婉，那个为了虚荣背叛何家的苏婉，这些都像刺青一样永远印在他心上。机票我让小李给你订好了。何老爷子说，双胞胎很想你。好，他轻声答应，挂掉电话。苏婉走到窗前，硅谷的夜景很美，到处都是创业者追逐梦想的身影。曾经，他就是为了这样的梦想，放弃了最珍贵的东西。现在他终于明白，骄傲带来的伤害不是时间能够愈合的，那些错过的幸福，那些伤害过的人，都会成为永远的遗憾。他拿出手机，给何老爷子回复，我会回去的，这一次让我看着他们长大，不再错过。虽然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弥补过去的过错，但至少他可以带着这份悔恨继续走下去。何老爷子80大寿，豪华酒店的宴会厅里，觥筹交错。苏婉站在角落里，看着熙熙攘攘的宾客。5年过去，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若即若离的距离。苏总监，林玉走过来，何董让你上台讲2句。苏婉愣住了。5年来，他一直躲在幕后，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，颤抖着走上台。他环顾四周，在座的都是他曾经的圈子，那些他曾经趾高气昂对待的人。爷爷，他的声音哽咽，这些年，突然，一个醉醺醺的声音打断他，说什么爷爷，你配吗？人群分开，一个中年女人跌跌撞撞地走到台前。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张副总的女儿，当年你在总裁办是怎么对我的？何事不需要靠关系的人，你是这么说的吧？苏婉脸色煞白，她记得那时的他总是用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所有人，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女人冷笑，你不是最会摆架子吗？
还有我。又一个声音响起，当年我去求你帮忙，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现在知道当小透明了。越来越多的声音响起，都是他曾经伤害过的人，那些被他的骄傲所伤的记忆，一幕幕在眼前重现。够了！何老爷子的拐杖重重敲在地上，全场安静下来。苏婉站在台上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爷爷，让我说完。他深吸一口气。是的，我就是那个曾经目中无人的苏婉。我看不起所有人，我以为自己高人一等。他的声音哽咽。我伤害了所有爱我的人，我的骄傲毁了我的一切。台下一片寂静。现在的我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。这5年，我每天都在后悔，每天都在惩罚自己。可是，他看向林玉和江月。可是有些东西，一旦失去，就永远失去了。就像这场寿宴，我本该作为何家的长孙女站在这里，可现在，我连叫一声爷爷都觉得心虚。说到这里，他再也控制不住，跪在了台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何老爷子拄着拐杖走上台。起来吧。不，他摇头，让我跪着，这是我欠所有人的。婉婉，江月的声音传来。别这样，为什么不能这样？苏婉抬起头，泪眼婆娑。这就是我的报应，我活该。双胞胎突然跑上台。苏姨，不哭。看着2个小天使一样的女孩，苏婉心如刀绞。这本该是她的孩子，如果当初她不是那么骄傲。你们的苏姨啊。她抱着2个小女孩，声音哽咽。曾经是个很坏很坏的人，她太骄傲，伤害了很多人，也伤害了你们的爸爸。可是苏姨现在是好人。大女儿天真地说。爷爷说的。苏婉摇头。不，我永远都不会是好人了，因为她站起来，环视全场，因为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弥补的，就像我的骄傲，在我心里留下的伤疤，永远都不会愈合。说完，他转身冲下台，跑出宴会厅。身后传来何老爷子的叹息声。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放过自己？夜色中，苏婉独自走在街上，路过一家琴行，透过橱窗，她看到自己憔悴的倒影。那个曾经光鲜亮丽的苏大小姐，如今只剩下一身永远无法洗净的罪孽。她终于明白，这就是骄傲的代价。从今以后，她注定要带着这份悔恨和遗憾，在余生的每一天都不断提醒自己，永远不要再骄傲。因为当你亲手打碎最珍贵的东西后，就再也找不回从前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